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奔跑吧西安引爆白鹿龟，古都飙戏暗藏玄机，综艺江湖再掀风云。奔跑吧第13季西安站开路，白鹿杀青归来引期待。白鹿工作室3月31日发布的4月行程图里藏着关键信息。4月15日到18日，奔跑吧第13季西安站录制日程赫然在列，这意味着缺席首站武汉录制的白鹿即将归队。节目组精心设计的兄弟团重聚戏码，到底会在古城墙下还是大唐不夜城上演？眼下已成为社交平台热议话题。这档开播12年的国民综艺显然深谙观众心理。首站在武汉录制时，弹幕里飘过的没有白鹿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，被制作组精准捕捉。要知道，这位以魔性笑声出圈的女艺人，去年在节目里徒手劈西瓜的名场面，至今仍是短视频平台的热门素材。节目组选在西安等她归队，导向是刻意安排的叙事高潮，13朝古都的厚重历史与白鹿自带的江湖气，指不定能碰撞出什么新鲜火花。仔细翻看白鹿的行程表，能发现制作团队在时间卡点上费了心思。4月9日刚结束《唐宫奇案》的拍摄，6天后就无缝衔接综艺录制。这种连轴转的工作节奏，放在普通打工人身上早该叫苦连天。但娱乐圈的生存法则向来如此。有意思的是，她在剧中饰演的唐朝女侍卫长，与综艺里那个能提着裙摆狂奔800米的女汉子形象，居然形成某种奇妙的互文。说到《唐宫奇案》，原著小说《唐宫奇案之血预设》本就是悬疑圈里的硬通货。白鹿在片场被拍到的红衣、策马路透图、服画到精细的连马鞍纹路，都经得起特写镜头考验。与他搭戏的王星越，两人在花絮里的互动，被网友戏称隔着屏幕都能闻到 CP 感。这种专业演员自带的戏剧张力，或许正是奔跑吧导演组看中的特质。毕竟真人秀要出彩，光靠台本设计远远不够。西安这座城市的选择也值得玩味。节目组放弃更热门的网红城市，偏偏选中这座西北重镇，大概率是冲着古今碰撞的戏剧效果。回民街的烟火气配上永明门的巍峨城墙，随便哪个角落都能成为天然摄影棚。更妙的是，4月中旬正值西安旅游淡旺季交接期，既避开了5一假期的人山人海，又能蹭上春日长安的满城飞花。这种精打细算的选址策略，倒很符合浙江卫视一贯的作风。发布会定在4月17日，也暗藏玄机。按照往季惯例，这通常是录制过半时才放出的重头戏。如今提前到第2站就办，制作方显然对白鹿归队带来的话题度信心十足。粉丝群里已经开始押宝，赌他会不会穿着《唐宫奇案》的戏服来段即兴表演。毕竟去年他在3亚站 cosplay 紫霞仙子的造型，至今还是 B 站混剪视频的常驻素材。娱乐圈的生存智慧从来都是明暗交织。白鹿工作室晒行程图的动作，表面看是例行公事，实则藏着2层算计，既给金主爸爸们展示艺人商业价值，又巧妙安抚了因武汉站缺席而躁动的节目粉丝。这种1石2鸟的操作手法，在业内早就是心照不宣的常规操作。倒是那些真情实感刷着忠于全家福的观众，反而成了最可爱的存在。唐宫奇案的制片方这会儿应该正在偷着乐，主演带着新剧角色热度上综艺，这种免费宣传可比买热搜划算多了。尤其当白鹿在节目里下意识露出剧中女侍卫的凌厉眼神时，弹幕肯定会炸出一片李佩仪上身的惊呼。影视剧和综艺的联动脉搏，这些年始终跳动着相同的商业逻辑。节目录制当天的大唐不夜城，估计又会出现经典场面，
安保人员满头大汗地维持秩序，代拍主播们举着云台见缝插针。本地大爷大妈一边嘀咕这又是哪个戏班子，一边熟练地打开手机扫码关注官微。这种中国特色的综艺拍摄生态，某种程度上比节目本身更有看头。白鹿行李箱里估计塞满了膏药贴，从横店古装剧组的武打戏到综艺现场的运动战，这种工作强度没点真功夫还真撑不下来。他去年在采访里说过，路奔跑吧最累的不是体力消耗，而是的时刻绷着神经接梗。这话倒提醒我们，所谓综艺感其实是比演技更难修炼的内功。古城墙下的追逐战即将打响，这次节目组准备的秘密武器，或许就藏在白鹿那个标志性的酒窝里。2. 白鹿从模特到演技派的华丽转身。从模特到演技派，白鹿的华丽转身让人惊叹。她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影视圈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备受瞩目的新星？白鹿原名白梦妍，是江苏常州的一位女演员和模特。她自小便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多次参加选秀比赛，并在模特界崭露头角。然而，白鹿并不满足于现状，她渴望更大的舞台。于是，她勇敢地踏入了演艺圈，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。白鹿的演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她曾因演技受到质疑，被人称为花瓶。但她没有因此气馁，而是选择用实力和作品说话。她用心去感受每一个角色，将自己完全融入其中，不断磨练自己的演技。终于，她的努力得到了回报。在朝歌中，她虽非主角，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在凤求凰中，她一人分饰两角，成功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。随后的《招摇烈火》《军校》《半是蜜糖半是伤》等剧集，更是让她的人气飙升，成为了当红的实力派女演员之一。除了演技上的不断提升，白鹿在时尚领域也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。她凭借高挑的身材和出众的气质，成为了众多时尚品牌的宠儿。她不仅在各大时装周上大放异彩，还多次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，成为了时尚界的焦点人物。但白鹿并没有因此而满足，她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，不断挑战自己，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和题材，力求在演艺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。白鹿的成功之路充满了努力和坚持，她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。快来评论区分享你对白鹿的看法吧！你最喜欢她的哪一部作品？